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我们回到美股行情，可以看到美股在上周五的行情当中已经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根据这个悟空阳线呢，我们看到上方存在4次的等位置波峰，4次等位置波峰出现之后，行情是容易出现突破性上涨的。那么这种观点呢，是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那么悟空阳线出现之后，后面周一周二的这2根 K 线呢，我认为都是干扰性的 K 线，干扰了我们对行情当中的判断，因此呢，这2根 K 线呢叫做妖怪 K 线。那么妖怪 K 线上方呢存在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因此对于美股来说，目前是一个多头趋势的行情，在行情当中非常容易出现新高。但这种行情之下呢，我们看到上周五比特币和美股来看美股的上涨带动了比特币的一个上涨阳线，但是这根上涨阳线比特币的这根上涨阳线，我们在日线级别上来看这根上涨阳线非常虚弱。那么调整过后，在周一开盘之后比特币出现了一个快速的血色下杀。那么这个下杀的动作呢，源自于 SEC 美国金融机构对币安和 Coinbase 的一个起诉，快速下杀，这里面当然是错杀了行情，因为消息原因打到这个位置之后一般来说我们定义为错杀行情。然后我们回到现货行情当中来看那么比特币对 USDT 的现货行情，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结构上可以看到，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完好的运行过程当中，突然在6月5日周一这根阴线快速错杀了过来，错杀之后呢，迅速反弹，在日线级别上形成了一个对等的一个 K 线阴线和阳线几乎是相互对称的。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悟空阴线在上周一在本周一出现。悟空阴线之后去掉当前行情当中昨天的这根阳线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合并 K 线认为周一的这根阴线是一个悟空阴线周二呢、周三包括今天的 K 线呢，都是干扰性 K 线。那么在日线级别上就有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虽然有反弹，但是反弹没有冲出新高，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悟空阴线已经出现了。悟空阴线现身之后，趋势就被破坏掉了，特别是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收敛三角形、波峰连线、波谷连线。这个收敛三角形的结构被这根阴线打破了，所以呢，我认为悟空阴线存活的情况下下方有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终呢可能完成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很多人认为反弹开始了，但我并不这么认为首先呢，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上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轮4小时级别的下跌西游，也就是周一的下跌趋势4小时级别完成下跌之后，然后对称性的4小时级别的反弹到这个位置接近前高附近之后，迅速快速回落。那么当前行情出现了一个十字星4小时级别十字星，这根 K 线呢要在今天晚上20点左右去收出来。那么这里的出现的再次反弹，只是因为在26632附近也就是说下跌趋势线的底边线附近有一定的支撑，所以呢，多空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定的较量但是在更大一个时间周期上，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已经在周一上看到了悟空阴线之后下方就有一个下跌趋势的预期，特别是在跌破收敛三角形底边线之后这个下跌的预期特别强烈，除非行情真正的在日线级别上站上了$27,200之上它才容易继续盘整。最终呢，完成它这个收敛三角形的盘整过程。但是目前行情已经被跌破了跌破之后，我们还要看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就是在$25,500附近。这个位置为什么能够出现反弹呢？因为这个位置上存在一个非常关键的重要的一个均线就是1445均线。这根均线起到了一定支撑作用，所以呢，比特币出现了一个快速反弹。前面行情当中在
3月7日这一天我们看到了3月7日这一天出现了打到1440均线和1690均线这个位置上也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反弹，但是这个位置的反弹和当前的反弹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看到啊，3月7日附近这根的反弹，这里的反弹呢，它是出现了1440均线和1690均线粘合，同时呢，下方遇到了一个支撑线，这一条支撑线啊非常有历史，源自于20年7月份连过来之后啊，在20700美金附近构成了一个支撑，所以呢，这里的反弹呢，3月份的反弹它是有3个先决条件啊，第一个先决条件呢是1440均线。第二个先决条件1690均线，第三个条件呢是我们看到一个远古的支撑线在这个位置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行情走到当前的这个位置上啊，下方1440均线啊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但1440均线和1690均线并没有形成粘合，同时呢，当前时间的跌破行为对于当前蓝色线和红色线的这个收敛三角形为时过早啊，提前于收敛三角形近焦点区域上的跌破啊，非常容易出现继续下行。同时呢，这一轮行情我们看到了1440均线附近存在的一条水平支撑线啊，这条支撑线呢是由2月份筹码密集区引过来的，所以呢出现反弹之后，行情再次跌破25000美金之后，我认为下一个支撑位大概是在22500美金附近。到达这个区域之后，我认为1440均线、1690均线可能再次发生粘合，同时呢，这一条线下方的这一条线呢，是刚才我们提到的20年9月份、20年7到9月份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远古的一个支撑。到达这个位置上之后只要1440均线、1690均线同这条远古的支撑线发生粘合之后，行情才容易发生快速的重启。同时，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级别上来看上一周也就是4月17日的这周上一周之前到4月17日的这一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悟空阴线组。这个悟空阴线组呢是周线级别下跌趋势的标志。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6月5日这一周也就是本周，在周一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8节阴线8节阴线已经出现，但是当前时间在周三这条阴线被收了回来，重新回到了悟空阴线的势力范围，但是如果再次打到25000美金附近这条8节阴线将会被复活。那么上方是悟空阴线和它的干扰 K 线组，那么当前的 K 线呢是8节阴线，那么在周线级别上就可能走出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就这一观点，我在前几周的行情分析当中给了很多回，但是我是没有想到 SEC 会起诉 Binance 会起诉 Coinbase。那么这个历史事件推动了比特币见底行情的发育和发展。那么底部位置大家没有必要过多担心，因为6到7月份我们之前认为是4到7月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行情已经走到6月7日。很快我们会见证历史性的底部，那么这个底部位置将会是在未来2年之内的一个绝对性的底部，可能会非常低，但是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原因是比特币4年一个牛熊的轮回，在当前时间点，熊市的行情已经非常接近尾声，当前时间点的快速下杀会让见底的时间逐渐缩短，最终呢，我们见证这个底部之后，行情会重新启动牛市。因此呢，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一段节目当中我非常肯定的强调，大家首先要有仓位，这个仓位不用大，甚至是可以建立一个观察仓。这个观察仓起到什么作用呢？你和行情建立一定的联系，建立联系之后，才有机会在后面的行情当中追逐未来牛市当中的利润这个在操作上呢，目前是多看少动，但是一旦出现血色崩塌的一个迅速下跌的行情因为在消息面上，毕竟对于 Binance 平台也好，对于 Coinbase 平台也好当前是一个绝对性的利空。这个利空事件发酵之后呢，会迅速
带动比特币行情见底。见底之后呢，我们将迎来历史当中最重要的机遇，最重要的黄金坑。如果你听到我这堂课就没白听，因为你意识到这里是黄金坑之后，非常容易在这个位置上建立你应该有的仓位。如果你能够建仓，在未来2年一定会迎来比99%的人以上的多得多的财富效应。当然了，本轮行情领跌的币种是 BNB 因为被起诉了嘛，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可以看到BNB 的下跌的机遇非常巧合。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可以看到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我们认为焦点是一个黑洞但是这个黑洞呢可以有一定的偏离，在这个黑洞上是非常容易把价格打下来的。那么就在这个时候 SEC 起诉了 Binance 平台，起诉了 BN 平台，那么造成了 BNB 一个快速的下杀。那么呢，在这样的一个结构当中，我们看到下方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是在$230附近。那么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对于 BNB 来说非常关键的点位非常关键的点位。如果行情能够BNB 的价格如果能够达到$230以下，那么它将进入到一个黄金坑的区域因此呢，对于 BNB 不用过于担心，下方的黄金坑呢是更多的人让更多人参与进来的一个机会。同时呢，本轮行情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它这个之前的涨幅非常巨大，我们把这个 K 线比例缩小一点在前面行情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50到$691，10多倍的涨幅的过程当中，几乎没有任何停顿，一路上涨上来。这样的上涨之后呢，后面从21年5月至今的调整过程，长达2年的调整过程，让它形成了一个日线级别的收敛三角形。即使如此的长期的调整，但是我们观察到21年1月份到21年5月份这一轮上涨行情所带来的巨幅上涨，形成了一个筹码空缺这是一个多头方向的筹码空缺，至今没有完整的回补。那么在接下来的黄金坑的一个决战行情当中，这个位置上是有机会出现回补动作的这是，而且我要非常肯定的说，这个位置的调整是对于 BNB 来说本轮行情的最后一次调整机会。如果这个位置上到达不了之前的涨幅形成了一个筹码空缺区空缺区这个位置是$50到250、$260这个区间，如果本轮行情不进行调整，那么未来2年这个位置上就不会做回补动作了。那么行情对于空头来说，本轮行情对于空头来说最后的机会多头可能在这个位置上由于 SEC 起诉币安而懈怠，空头在这个位置上是最好的机会。同时对于现货和未来我们的多头来说，如果进入黄金坑，也是布局 Binance 平台 BNB 一个最好的机会。因此呢，6、7月份这个今天是高考日嘛，今天也考了数学，考了语文，对吧？这个机会一定要重点把握这记住了话，一定要重点把握本轮行情当中对于 BNB 的一个机会，在这里黄金坑在这个位置上，同时空头宣泄的点也在这轮行情6到7月份的这轮行情当中。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对我 K 线稀有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当当网首页有链接购买我的这本 K 线稀有战法一书。感谢大家，再见。